龍源電力咧都係一啲唔少對電力有興趣投資者都中意嘅一支電力股啦。咁亦都係基金經理龍清啦比較中意嘅電力股啦嚇。咁所以我就喺呢一個今晚嘅直播咧就係 update 一下佢嘅近況啦嚇。嗱咁首先咧想講咧就係類似龍源電力呢一啲電力股。佢影響佢盈利嘅一啲因素啦，即係等大家可以將來自己研究又好，睇財報又好，咁有啲概念啦。咁第一個咧就係個利用小時數，利用小時數咧，即係話你點樣你個風機咧嗱，你知啦，龍源電力主要做風電啦，咁風電咧就係你建設咗一個風電站之後咧，嗱咁你就係睇你個風速。風資源有幾好啦，咁佢就會轉啦嚇。咁呢個就係牽涉到佢嘅利用小時啦。咁大家知道啦，每一個 GW 你要建設一架風電嘅裝機容量咧，大概嘅建設成本咧就60億元啦，60億元。咁你呢啲就固定咗噶，即係話你建設個成本係固定咗。咁如果你利用小時越高嘅話咧，咁你平均每度電嗰個固定成本咧就會越低啊，所以咧係成一個反比嘅。咁所以點解利用小時咁重要咧？就係佢可以咧令到你每度電嗰個固定成本咧降低。因為如果你電價嗱你賣電價唔變嘅話咧，咁你嗰個每度電嘅固定成本越低咧，咁你賺嘅錢就越多啊，因為風電呢啲新能源咧，佢其實係冇乜原料成本嘅，即係佢浮動嗰個成本係比較少嘅。佢主要係固定成本，咁嘅固定成本咧就會同你嗰個利用小時咧係成反比嘅，因為利用小時越高咧，咁你每度電嘅固定成本咧攤分咗咧就越低嚇。咁所以第一個因素就係利用小時數啦。咁第二個當然就係你個發電量啦。你發電量亦都係其實係同你嗰個利用小時數有關啊。因為發電嗰個裝機容量咧就係叫做乜乜瓦啊嘛。咁你就乘翻個利用小時就變成瓦時啦嚇。1000個瓦時即係1度電咁嘅意思啊。咁所以瓦咧就係即係幾多瓦係個裝機容量，幾多瓦時咧就係個發電量嚇。咁1000瓦時就即係1度電。咁所以呢個牽涉到咧就係發電量啦、上網電量啦，同埋氣電率嘅。嗱，你發電當然發得越多越好啦，呢個第一。咁但係你發咗電唔係全部都會上到網㗎。咁你起碼你有啲電廠會自己消耗咗一啲電先啦。所以你發100度電咧，一定唔會上網，一定唔係100度電啊，因為你自己有啲消耗。咁同埋有啲氣電嘅，因為如果電網咧收唔到咁多咧，咁你啲電咧就會即係放棄咗噶，所以有個氣電率嘅。咁另外就係上網電價啦嚇。咁上網電價當然越高越好啦嚇。咁另外咧就係你個增長咧就裝機容量啦嚇。咁你包括你自己建設或者你收購啊，咁龍源電力都有啲裝機容量咧係同母公司收購啊。OK 嗱，咁咧佢就公布咗最新嘅呢一個12月，即係2024年12月嘅發電量，咁即係等同於2024年全年嘅發電量，咁都公布咗啦。咁大概咧就係成年嚟計咧，佢個發電量咧就跌咗0.89%喎，即係跌咗差唔多0.9% 啦。咁呢個係有啲意外啊。咁其中佢嗰個風電咧就下跌咗1.31%嘅嚇，以全年嚟計啦嚇。咁如果我哋單睇12月份嘅話咧，個總發電量咧係跌咗13.07%嘅，其中風電個發電量咧就跌咗2.99%嘅。OK， 咁呢個咧就係佢嗰個發電量嘅情況啦。咁下一版咧就係講緊嗰個利用小時啦。咁你會見到呢幅圖啦，呢幅圖咧就係個利用小時數咧，紅色嗰條線咧就係2024年嘅啊。咁
藍色嗰條線咧就2023年嘅，咁綠色嗰條線咧就2022年。嗱，咁整體嚟睇咧，你會見到紅色嗰條線咧係喺呢3年當中咧係比較低啊，尤其是如果我哋同比嘅話咧，即係同藍色嗰條線比咧，你會見到今年由1月到12月咧，大部分嘅時間咧嘅月份咧，紅色嗰條線咧都係低過藍色嗰條線㗎，咁所以咧呢個會導致咧個風電佢2024年嘅風電平均利用小時數咧係跌咗8.1%嘅，只有2156小時啊。咁主要就係風速啦，風速比較低啦，咁同埋咧個電網有啲限電啦。即係而家咧譬如龍源電力呢啲新能源咧，佢面對兩個問題。第一個咧就係個風速咧，即係始終係大自然啦。你個風究竟好勁啊，定係好弱啊？咁呢個你控制唔到啊。即係有啲季節啊，或者講呢個溫室效應啊。無論如何，呢一個風速咧係佢控制唔到啊。咁2024年咧唔好彩咧，個風速咧係比較低啊，比較弱啊。咁第二咧就嗰個電網啊，電網咧如果佢個限電多咗咧，咁即係話你就算發咗電咧，你都上唔到網啊。咁呢個兩個因素加埋咧，就令到佢個利用小時咧係跌咗8.1%嚇，即係講緊2024年成年。咁其中12月嘅風電嘅利用小時咧，就跌咗5%啊，跌咗5%，咁啊去到213個小時。咁即係話咧，不利嘅因素就係嗰個利用小時數係跌咗啦。啊，咁第二個電價啦，電價咧今年預計即係2024年預計都會個上網電價咧都會跌7%㗎，咁啊會跌7%。咁而今年咧講2025年咧會再跌8.9%啊。今年跌幅咧係預期會多過2024年㗎，而主要有兩個原因啦，係因為咧今年嗰個市場化售電比例咧會提升啊。咁呢個唔係淨係龍源電力嘅問題啊，成個行業咧，大家如果你睇新聞咧，即係關於中國電力行業嘅咧，都係一個叫做市場化嗰個佔比會提升啊。即係每間嗰個發電廠咧，佢上網嗰個電咧喺市場化嘅售電咧個佔比會提升啊。咁龍源電力咧喺2024年咧就大概50% 係市場化售電嘅，咁2025年會提升到55至60% 啊。咁啊越多市場化售電咧，其實係唔好嘢嚟㗎，唔係好嘢嚟嘅，因為你面對更加大嘅競爭，電價咧就會向下嘅壓力係比較大啊。咁另外咧，今年已經簽咗一啲省份已經簽咗啦，因為已經2025年啦。咁啊，從一個廣東省同埋浙江省嗰個煤電嘅電價咧，亦都係因為已經簽咗啦嘛，係下跌咗㗎。咁煤電嘅電價下跌咧，就會有一個叫做溢出效應啊，即係佢會影響其他能源嘅電價㗎。咁啊，對新能源嘅電價都有負面嘅影響。OK， 咁未來要關注咧就主要幾點啦。第一就係個資產注入嘅進度啦。咁因為龍源電力咧，佢母公司咧就佢國家能源投資集團啦，其實都有啲發電資產啦。咁佢都應承咗咧要注入去龍源電力呢一個上市平台嘅。咁2024年嘅7月份咧，佢就話有4個 GW 嘅資產會注入啦。咁其中有2個 GW 咧，就喺2024年已經係批准咗啊。咁應該喺2024年底咧，咁呢個資產嗰個整合咧就係已經完畢啦。咁其餘嗰2 GW 咧就會喺今年啊2025年應該有機會完成啊。咁再之外嘅呢4個 GW 之外咧，其實母公司仲有其他資產啊。咁應該咧就話會未來3年都有機會再注入龍源。咁呢個咧就係關注到呢一個資產注入嘅進度啦嚇。咁第二就個補貼啦。咁大家知道啦，中國嗰啲風電啦，喺2021年之前嗰啲風電咧係有補貼嘅。咁但係補貼咧只係寫張白紙俾你喎，即係嗰啲叫做糧票俾你度我遲啲會俾你啦咁樣啊，即係欠單。咁但係咧就通常會拖欠啊，即係知中國嗰啲補貼咧就有拖冇欠啦。咁龍源咧就有370億左右嘅補貼餘額係仲未攞喎，
仲未攞到現金啊，淨係入咗應收帳，仲未攞到個現金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其中咧係可能有啲唔合規嘅項目，即係以前你覺得有得攞，但係可能你因為唔合規，結果你係冇得攞啊。咁呢個就會影響究竟你嗰370億未攞到現金嘅補貼當中，有幾多係最終你係唔合規攞唔到咧？咁呢個係一個不明朗嘅因素啊。咁啊，第三就係以大代小個進展啦。咁龍源咧，佢有12個 GW 嘅裝機，即係比較舊嘅裝機咧，係可以進行呢個以大代小嘅，即係話你以前啲風機比較落後啦，咁你可以拆咗佢，再裝過啲新嘅風機㗎。咁預計未來會完成2個 GW， 即係嗰12個 GW 可以愛嚟做以大代小去換咗個風機嘅呢一個12個 GW 咧，其中有2個 GW 咧就預期咧喺未來2年可以完成嘅。不過咧2024年咧本來係諗住完成1.23個 GW 嘅，咁但係咧事實真正嘅進度咧係慢過原先預期嘅。咁呢個咧就係一個以大代小嘅進展啦。咁以大代小嘅好處咧就係你改裝咗之後咧個利用小時數，佢有個項目啦，喺廣東省有個項目，個利用小時數以前咧係1100個小時，即係講緊1年啦，1100個小時。咁呢啲好舊嘅風機啦，佢改裝咗之後咧可以提升到2600個小時2600個小時。不過你要改裝一個咁嘅 GW 咧，其實個升級成本咧都要50億至60億嘅，即係差唔多你起過一個新嘅冇乜分別。只不過你係利用咗以前一啲好嘅資源你嘥咗，咁你而家利用翻個風資源比較好嘅地方，咁你就將嗰個舊嘅風機咧拆咗佢重建嚇，咁係呢方面嘅啫。咁呢個咧就係講咗龍源電力嘅一個分享啦。